台湾的 LV 包，如果你拿树上的话是很酸很酸。女王蜂，拜托拜托！采下来以后，它就只能收3天。可以走这个步道进去看看萤火虫，看起来很神奇，是火爆鸡关火吗？面包机。等上班。我们的房间就在这里。你觉得要大一点就往下放。他摸的是你绑的那一边。我不是宫保鸡丁那些，难道他就是？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Kelvin， 我是 Min。这一期的视频我们来到了台湾。这一次是一次特别的旅行，因为不是我们2个人旅行，而是我们跟着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跟苹果旅游来台湾体验9家不同特色的休闲农场。风华台一度假村房间非常大间。海鹰、飞牛、香格里拉还有大坑成为休闲农场里面的 F4， 所以它是其中一家很厉害的休闲农场。它的特色就是花跟它的蔬果。我们明天早上会去做生态导览，先休息喽。拜。看起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园区，枫树林啊、童话森林啊、欧式花园啊，要走可能就是大半天。太荒山流下来的山泉水，它非常的干净，干净到什么程度？里面有鱼、有虾子、有螃蟹，还有蟹，就拉。所以叫蔓花生，它可以防蛇。芳香万寿菊，你们的手就这样去摸摸它。这里是蔬菜区，我们也有提供采蔬菜的活动。台湾的 LV 包包，现在要去体验采果。你挑眉，我不知道你要说往事。因为百香果入果之后啊，你没有用网子接住它的话，它果肉分离之后就变得很酸。采果的话呢，一人是采12至15颗。其实不是采，它已经掉下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在里面挑果，就是挑比较皱的，比较皱的就会比较甜。我挑到一个了，这个很皱，一定很甜。不错。他说现在树上的是还没熟的，如果你拿树上的话是会很酸很酸。等一下会直接现场吃，设计非常特别的汤匙。地头拔掉。哎，对，没有错。丢去哪里呢？就旁边好。上面尖尖的地方插上面，那旁边尖尖的地方插旁边。对，这个设计很妙哎。所以要小心，它是会有点痛。对，插。浮夸。左手大拇指按住上面的地方，转圈，像开关器一样。还有一个汤匙可以拿来吃百香果，好甜，好多汁哦。哇哦。这个温室特别好玩，因为很多种不同的花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吃到初恋的感觉，也可以吃到失恋的感觉。香香的紫椒花，韭菜的味道很重哎，你一定是很讨厌。我很讨厌。左手边呢是落羽松，那右手边呢就叫15度松，它在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会变色。对，一个是水季节，一个是水温度。蕨类的蕨，长得很漂亮，很茂盛。现在要去看蜜蜂，看蜜蜂动作就不能太大了。有没有看过女王蜂？这只，起来了，有没有？那女王蜂是专门生蛋，它一天可以生1200颗的蛋。有蜜橘恐惧症的人看了会害怕。蜜蜂甩掉，这百花蜜，然后拿过来这边甩蜜，然后这边就会出到蜜糖吗？对，蜂蜜跟我们那边的味道有点不一样，很纯很纯。Very nice。说拜托。蝴蝶迷宫，哇，很多蝴蝶。他说他们是8点跟4点上班的，现在是他们摸鱼的时间，过去拉一下就会叫醒他了。好多，好壮观哦！我觉得在台一休闲农场这里一定要参加他们的导览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2个自己在园区逛，是很迷茫的，我们不知道看什么，但是有他带我们，就会知道你要去哪一区专门看什么东西，好像蝴蝶迷宫啊，好像去温室里面是可以吃的花呀，好玩很多。国宝欢笑，亚洲最大的嘉宝果有机农场，它总共有12acre，种了5000多棵的树葡萄，很神奇，它的葡萄就长在树干上，我们那边真的没有见过哎。它不是原生自台湾，它是来自巴西，所以他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 R&D， 把它种好。我们可以去找一下，只要是呈紫色、有一点软的，我们就可以采来试试，好吃对。它是什么味道？应该不像葡萄吧？不像葡萄，一点也不像葡萄，像另外一个水果。我要找一个给你吃，很密密麻麻，我看到有一点密集恐惧症。这一粒好像可以了。蚂蚁，这粒应该很甜。
好，我试下。还啵的一声爆开。现在的皮比较不涩，而且比较甜一点。蛮好吃的，很特别哦。对，很特别。加包果，你采下来以后，它就只能收3天，所以他们很多都会直接拿去加工，变成果酱，变成酵素，能够保存久一点。发酵酵素之后呢，有白藜芦醇抗氧化修复细胞哈，还有花青素是对点滴心血管很好，其中呢还有一个色氨酸有助眠的功效哈。果酱 DIY 来这边请哈。你会听到啵啵啵一声。捣过了就变成白色。在捣的时候，还可以跟你的水果说说话，说一些正能量。我说谢谢你的牺牲。因为倒它就像Ribena。来，你们 try， 试一下，不用这样甜也可以。不少。可以。把我们的果酱呢装到我们的瓶子上，把里面装差不多装到这边就好了，不要全满哈，要留一些，等一下要做一个真空的一个动作。到10秒、20秒都可以，这个是做一个真空。餐就是饭团。我觉得这个饭团的量是平时人家1个礼拜吃的饭团的量。晋升仪式，这是我们来到的第8家休闲农场，叫做薰衣草森林。我们现在就去导览吧。没有去特别改造这个山地的地形，所以就会发现你们一直都在爬坡。这一间的话呢，是我们地主的家，看到一个亲切的老伯伯。哦，对，就是他，跟他挥手。赏萤步道，每年的4月到5月是萤火虫季，这边会特地开放到晚上，可以走这个步道进去看看萤火虫。森林美术馆，无墙的美术馆，窗外看出去的景象，那就是一幅画，它的名字叫《四季》。我们要做 DIY 的地方，好漂亮。现在就要装盐，一大匙。就这个香草有什么好处？最多可以选2种香草 ，Basil、Oregon， 就这样子一把。对。要跟着这个纹路把它磨成细盐。Let's go。我的盐是母乳菇的味道，真的你闻？哎，是有一点母乳菇的味道。先要把盐装进这个小试管里。我们现在来吃冰淇淋，我的这一支是季节限定的南瓜味，我的是柠檬草的味道。哇，你的很特别，柠檬草也好好吃。哎呦，你不要融了。但是融的好快哦。初中小屋是他们一开始300个人用了60天打造的小屋，这里可以写明信片呢。它的 postcard 寄的是没有收件地址的明信片，下个月你才会收到的明信片，这个是明年你才会收到的明信片。下面有一条秘境步道，很漂亮。这个圆圆的球，它叫做阿尼斯特，它不能讲话的，所以它很多话想讲的时候，它就会站起来。然后变成一颗球，很无奈的样子。这森林步道里面放了很多只阿奈斯特。就是这个森林有很多想说的话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讲现代人很多想说，但是又不能说出口的话吧。农场的最顶端有一棵很大棵的许愿树，看起来已经很老很老了。可以在这里写下你的愿望，许愿，再去敲钟。这里风景很美，这里看下去就是一片花海了，好漂亮哦。可以荡秋千，看着这个很美很美的山景。现在是火焰鸡冠花的季节，看起来很神奇，应该是火爆鸡冠花吧。好漂亮的小屋子哦，看出去的风景也是超漂亮的。这是我们的面包机，面包机，竹筒饭。哦，这里有。结束了我们在薰衣草森林的导览，跟我们吃了晚餐。晚餐很好吃。晚餐很好吃。来到一个很邪恶的地方，就是卖他们产品的地方。它的精油产品好香哦，买了好久，我们准备上车。等一下就会去佐野，就是我们会去的最后一间农场。早安，今天是我们在台湾的第5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现在在的地方是最后一家农场——佐野小屋。我们这边已经经营大概20几年了。主要的经营的项目就是昨天向各位住宿的，我们是有经营那个民宿、素食餐，那还有佐野染染，今天你们大家都会体验到的。佐野的生招牌在 lobby 等上班。
们现在的园区就是大概占地有3公顷多，很可爱，它两边都是这种木屋，就有一点怀旧的感觉。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台湾啊早期那种农村社会的氛围跟场景。这里的每间房都长得不一样。这一间就是我们的谷仓造型的房间，以前客家人放米的地方，我们的房间就在这里楼下，楼上还有另外一间房间，有一个大客厅，客厅位置非常漂亮，因为看出去两面都是湖，尤其是早上他们开了喷雾机之后，湖面上布满了一层雾，变得更梦幻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床了，床很舒服，这里还有楼上哦，可以睡另外2个人。这边开始呢，都是我们的花园区啦。老板娘是很喜欢植物的，园区的植物都照顾得非常漂亮，非常的有活力。山蓝，他们拿来做染染的植物，它可以染出来不同深浅的蓝色。Hobbit 的小屋子，谷仓村花园，它就是用藤编制成这些小小的谷仓，让大家拍照的，很可爱耶。是老板娘的爸爸亲自编的哦，很多很多的蝴蝶，我跑过去我都怕我会撞到它们呢。check in 柜台跟它的手作小铺，那里就是餐厅了。他们的餐厅也是其中一家田妈妈。田妈妈是什么呢？就是台湾有很多农村妈妈是很厉害做料理的，但是他们不会行销。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就用田妈妈这个品牌来帮他们做行销，都很好吃的。如果你们下次有来台湾，可以注意一下找田妈妈，它是在全台湾各地都有。在冲凉，超好的，这个真的是叫神仙画面。他养了2只鹅，早上他们就会叫你起床，就是它叫醒我们的。它是一个火锅料理，全素食的，所以你就自己去拿菜。选择太多了，一堆的蔬菜，忍不住。有一个看起来很好喝的猴头菇汤面，有点麻油鸡汤面那种感觉。原本是鸡汤，但是他们是用猴头菇取代。这面条是手工打造的，很弹吧？看到就知道好吃。好吃哦。现在先吃多美多。好哦，开胃菜，多美多来。哇哦，很好吃，太少油了。很好吃。My God，这个很好吃。太好吃了，颠覆我想象。 OK，我觉得我会为了来这里吃而来这里。你要吃这个宫保鸡丁，我不是宫保鸡丁，他写，但是它就是素的。卓野小屋的卓野蓝染算是一个很代表的体验活动，蓝草的栽种、蓝靛的萃取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。采收100公斤，它只能萃取出来做10公斤的蓝。谢谢。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方巾，现在在选我们要怎么用这一些工具去绑它，然后染色。越皱就越教你怎么绑扎，到染完大概1个小时。 像已经套到地方啊，就是圆的半径，圆要大一点就往下放，要小一点就往上放。选好位置以后啊，我们就把它这样一圈一圈的往上抓而已嘛。对对对，啊，这蛮难的。不要想太复杂，它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怎样做都美的。对，橡皮筋绑得越紧啊，它的白色的地方就会越明显，因为染料就进不去。全部做圆圈出来会是怎么样？ 它就会变成这个是一个，我们就做2件。哦，明白。这边，然后中间可能。我不认识的学生。哦，对，我明白了。等一下，你认真听我讲。抽干了。你绑得很好。哎，再制作一些造型就好哦。我的已经好了。 好，是这样的，绑得很好哎，但是要摸的是你绑的那一边。完成咯，可以开始染了。现在要做一个步骤，就是要放下去染2分钟，拿上来去冲洗，重复2次。冲水目的是把绿色冲到全部变蓝色，所以你要找绿色的地方冲。这是要捏平均一点，因为刚才有些地方捏不准的。 你的好了 ，Thank you。不知道均不均匀？不用紧了 ，OK 的啦。OK， 有点紧张哦，感觉会很漂亮。
成果。好漂亮的冰淇淋。所以那个是蓝染的颜色吗？对，这是蓝染的颜色。在台湾就是天天吃冰淇淋。结束了我们在台湾酒家农场的体验，我们现在就要飞回马来西亚了，所以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